像这样，你站在这，后面有人要偷袭你，突然这样推你。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儿？那只要是你的事，当然。莎莎，要不你我。 我后不是一直夸你有才能又贤淑，说的天上有地上无的，怎么今日带个鹿都能带进湖里？就是，把他扑腾的跟个肥鸭子似的。公主，再这么下去会出人命的。
这世上哪日不死人？一条人命而已，算什么大事？这程娘子自己失足落水，我们也不识水性，无法施救。要不你跳下去救？呀，还有啥？哎，这水里是不是有蛇呀？水里真的有蛇啊！水里有蛇啊！快下来！程少商，你跟我听着，今日我进宫可不光是为了明日的寿宴，我便是冲你来的。今日不过是个教训，以后见了本公主最好老实些，否则这次是没毒的蛇，下次便说不准了。五公主，她不会去告状吧？怕什么？此处又没人看见，以后我们不认就是。洛娘子，你可瞧见什么呀？我劝你斟酌清楚再回禀。你不是要出嫁了吗？若出嫁之前闹出忤逆公主之罪，夫家会如何待你？五公主，我们不曾瞧见什么。是啊，我们早早的就回去歇息了。这程娘子回去途中意外落水，被蛇咬了，那也是她自己蠢，不是吗？什么声音？谁出来？大伙儿都在呢。五皇兄，这是背着五嫂嫂又与哪位宫人私会呢？五皇兄还是别让人知晓自己偷偷出来过，否则父皇没准对你更失望了。五妹，我路过，什么都没看见，我真就路过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来的？这五皇子不会将今日之事说出去吧？不过是个宫人生的劣种罢了，客气才喊他一声五皇兄。我倒是觉得他与那程娘子还挺般配的。
少生，要的衣服我都给你拿过来了啊。哎呀，这衣服怎么都湿了？你是去哪儿了？这湿衣服我给你拿走了啊。之前你住在曲陵侯府，我与你相见恨少。本以为你住进宫里，我们总能日夜相见，却不曾想你现在日夜忙碌，连送食盒都是拆小黄门来。现在见一面，比过去还要难。今夜我实在是想你了，便过来寻你。你可知，现在朝中人人都想，说我即将娶一个贤惠的女，就连圣上都夸你聪慧敏感，江城秋冬料理清静利落。知道你在宫里过得累，请放心。皇上，圣上之所以将皇后寿宴交付你，并非因为你是我的，而是因为只有你能将这寿宴淡解皇后的心坎。过去总有人说我顽劣的，但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真正的你。只要学会珍惜它，那就是全心全意，同心助力。就算自己手里没你怎么了？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再紧一点，再有一点，美女啊，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？也就是想家了。之前在府中操练，我还
还有许多本事我才教你。今日便教你认认穴位如何？这里便是命门。除了命门还有呢？除了命门，可还能教我些别的？日后若沈人欺负我的话，我也能有办法应对。有我在，不会有人敢欺负你。那万一你不在？好，你想说什么？要是你站在这儿，后面有人，你站在那儿，后面有人要偷袭你，突然这样推你。那我便站了。有本事你只用一只手。有本事你一只手也可以。此山水布置是何用意啊？回禀陛下，此景名为高山流水。祝皇后如月之恒，如日之升，如南山之寿，如东流之水，福禄绵延。三爷啊，有心了，皇后没白疼你呀。此山水布置有趣，甚好，甚好啊！哈哈哈哈。免礼，我坐吧。这是何意啊？子设，
让子胜奏乐作配的，就只有程娘子了。想不到这次的寿宴办得这么出人意料。程娘子把这寿宴办得不寻常，倒显得吾等的贺礼太过寻常。弹得好啊，弹得好啊！甄培日里想听你弹上一曲，你总推脱，经久不练生疏了。能让你想起来怎么弹琴的，就只有烧伤了吧？啊！禀陛下皇后，三皇子在封地觅得新矿脉，现已将全新堪舆图快马送来献上。好啊，此乃大吉呀！父皇，儿臣近年一直命人勘寻新矿，终于在母后生辰前寻得了这新矿，此乃母后洪福，儿臣不敢居功。有你们是朕的福分啊！好。母后，此乃玉麒麟一对，乃是我们在西域寻得，寓意着好事成双，还祝母后福寿延年。是啊，可花了不少银钱呢。祝母后与父皇恩爱白头。陛下、皇后，今日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带来的寿礼，可不止这些。皇后可有觉得今日的酒滋味有所不同？倒是甘于取孽，入口温和。你从何处寻得这酒的？并非是臣女寻得的。陛下和皇后崇尚节俭，所以臣女不敢用粮食酿酒。在臣女焦头烂额之际，想到太子殿下托人从西域带回来的蔬果种子长了出来。这些果子干而不宜，酸而不醋，臣女一尝，最适合做果酒不过。这样一来，既可以不铺张浪费，也能让各位贵人们喝个尽兴。好，好，好！哎，皇后啊，那今日你可要多饮几杯啊！啊，是。众位爱卿，多饮啊！嗯。这饮酒怎能无菜？贵人们，今日方可好好尝尝面前的这些菜。这也是太子殿下从西域带的胡桃果制的有所烹。这胡桃果不仅甘甜，还能饱腹，是不可多得之物。有劳太子殿下。好啊，太子心系百姓，寻来那么多的果腹之物，甚是难得。好，有赏，有赏啊，有赏！谢父皇，谢陛下。好吃，好吃。
皇、母后，儿臣习得一舞，便献给母后，祝母后福寿双全。难得小五有心了。既五妹妹献舞，怎能无乐？儿臣愿与驸马共奏一曲，恭贺母后寿诞。好，甚是热闹。好，无妨无妨，有赏啊，都有赏。陛下，子胜要给皇后送贺礼。哦，子胜，你又带来什么稀罕之物啊？回陛下，臣与少商为皇后寻得了宣太公当年旧物，愿皇后得宣太公保佑，事事顺遂。你为何不喝？
有意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；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武殿下，还请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。原来是林子胜的心腹呀！哎，别走，别走！几日不见，你的容色倒是更加秀丽了。上！五皇子，既然喝多了酒，不如就下去解解脚，醒醒脑子。你这个贼妇！我不是睡觉，你是要谋害皇子呀！你救我！武殿下莫要着急，我立刻想法子救你。快救我！救我！救命！救命！我来了！武殿下，抓这个竹竿，给我！抓这个竹竿，这是来这里！我这！你倒是给我！哎，抓好了！这边！快！都是拿呀！到底拿呀！你这个毒妇！待在一处，他日后恐怕会做更可恶之事。你以为我不怕？他平日里风光激烈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。我从小就受他欺负，最清楚他的为人。阴险狡诈，睚眦必报，用心歹毒还不择手段。江国，剑客，他是我要救的，因为他出口成脏，还妄图调戏我。此事拿到圣上面前去说，你也没有理。今日我不过是教训你一下，过一过。凭什么你们对他都比对我好呀？连父皇也偏袒他。武殿下应该心里清楚，有没有林不疑，圣上待你都是如此。是不是他跟你说什么了？哎呀，他自己无所不能，就到处宣扬我的短处。我。也不全是短处。五皇子，你虽说四体不勤，读书也读不明白，不过偶尔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。我听闻五皇子最喜欢异域风土之说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不过，我喜欢的那些，既不能经世济国，也不能著书立说，无非就是些闲书逸文。父皇一样也瞧不上。五皇子既然知道自己所爱，无用于朝堂，又不被陛下待见，但还是孜孜以求，也算得上是一片赤子之心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有人称赞如何？无人称赞又如何？自己喜欢不就好了？这一点，我与五皇子你倒是挺像的。看在你今日说这番话的份上，我不再与你计较了。好，那从今日开始，我认您这个朋友。林将军，何事？妾即将远嫁西北，来日再见，
不知何时，妾想敬将军一杯。不好了，五皇子和程娘子他们怎么了？老五和程娘子怎么了？有话就说，吞吞吐吐的演给谁看呀？他们2个人在金星湖私会。还疼吗？不疼了。我阿父阿母结婚之时，想必你也有所耳闻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只是想让你在与我定亲之前，与我阿母见一面。往后，你们不必经常见面的。我不曾害怕。你阿母只是生病了，但她并没有错。错的是毁她人生之人。程阳侯待我殷勤，我却对他冷淡、仇恨。世人皆道我冷血无情，是个不孝之人。什么孝不孝的？那也是先有父慈，才有子孝，分明就是父母有错在先，凭什么责备子女不孝在后？子申，我觉得你并非是冷血无情之人。还有，你阿母，你不必太过担心。我方才见那叔父对霍夫人十分上心，定能好好照顾她。那位叔父是崔佑将军，他少年时便爱慕我阿母，不肯娶妻，但后来被崔老夫人逼着成婚。但崔侯夫人却在产子时难产而亡。在那不久后，我阿母便与程阳侯结婚了。崔叔父便也立下誓言，誓死不娶，为我阿母官居至今。这世上还真有这么痴情的郎君，用情至诚，用心至真，这一腔情谊，真是万金难换。我对你亦是如此。霍夫人如今还不识得我，日后我带你多多来看她。好，你嫁给我，日后便是此处的女君。你想来便来，无人敢拦你。对了，子申，之后你也不必起早贪黑的来送我，这也太辛苦了。那有什么想的？我想你，要是想多见你，我该怎么做？那就在宫门口一同进去。这样的话，岂不是得早起半个时辰？
3日后就设宴啊？这未免也太匆忙了吧？子申说了，所有的事务交给他就可，咱们不需要操心。我们只需要给他一个宴请宾客的名单，他去你请点来便可。娘娘，定亲怎能如此草率呢？眼下离设宴不过2日有余，可双方父母却还未曾见面，其他事情更是无法筹备啊。堂子，这些子申都已经考虑过了。他说了，所有的婚事筹备都听我们陈家的，不必管其他人。可曾想这个林不疑是如此草率之人，行事也如此不谨慎。女君，2位女公子，城阳侯夫人到访。她来做什么？当日装病不可下聘，咱们家去她也不肯见，如今倒亲自登门。莲芳，带女公子回屋换件衣裳，去九锥堂迎客。是。少商果然生得标致，让人一见便心生欢喜。怪不得子胜这般急于娶你。上次没来下聘，都怪我这身子不争气，这次岂能错过？陈阳侯夫人倒是健忘，我们之前在汝阳王府见过的，当时你还为王娘子要责罚我来着。再说，我们子胜年岁不小了。现在娶妻，怎就着急了？哦对，夫人不是子申的亲生阿母，许是忘记他生辰了。少商，许是听子胜说了些对我的怨言，心有不满吧。不过往事已矣，就算你们不愿理睬我，还能不认侯爷吗？子胜碍于君华阿紫在，软不下身段来，可不得由我这等妇人先走一步吗？城阳侯夫人的消息可真够灵通的。我身为少商的阿母，方才知晓3日后2人定亲之事。你倒是迅速得很。只要我心在子胜身上，他有何事我能不知道呀？夫人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，请问夫人是何时寡居到林家的？是霍夫人嫁去之前，还是之后？妾身命运不济，前夫亡故之后无处可去，只好投奔姨母家，幸有君华阿紫照拂。哦，那就是婚后啊。听闻当年城阳侯夫人和霍夫人相处甚谐，亲如姊妹，夫人服侍左右，无有不体贴。我却与阿紫相处甚为和睦，所以才自愿洗手做羹汤，侍奉外兄与阿紫。但不知为何，君华阿紫竟不肯容我，非要我性命。大约是霍夫人喜欢睡大床，不愿与你挤在一处。往事不提为妙。我此番前来，特是为了3日后的婚事商议如何操办。哎，对了，我还给少商带了些薄礼。这2位婢子，是我花10万钱从南方买来，歌舞刨除样样精通，今后就留在府上，将来好伺候你和子胜。陈安侯夫人当真是有趣。如今我连子申的床榻还不曾摸到，
现下就送来2位美貌的侍女，分去我未来郎婿的床榻。怎么，我要谢谢你啊？你这小女娘，怎能如此满口污言秽语啊？夫人觉得这是污秽之言。这世上有人能做污秽之事，却听不得污秽之言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程少商，你竟敢如此当面羞辱我，我可曾得罪于你？你们程家就是这般待客的？程阳侯夫人，此胜是我们家未来的郎婿，程家自然与他站在一处。夫人与其在我家迂回试探，不如去寻子胜啊。若他肯来个往事已矣，那么我等自会将你奉若贵宾，否则我们也绝不会逆子胜之意行事。阿母说的对，句句都是我心中所言。去灵侯夫人，你可知以今日少商所言，大可治他个不孝之罪。夫人若出门传扬出去，我家也是断断不会认的。我家将军虽不比程阳侯从龙的早，但是在都城的武将中也有几分薄面。连圣上和皇后都对我家少商称赞不已，时时赏赐。我就在想，这个都城中会有谁能信夫人的话？好，哼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今天算是认识你们了。程少商，你既然不肯认我这个军姑，那我看过几日这定亲宴也就罢了吧。你休想进我们林家的门。我们走。青葱，送客。哼，不必送了，我可做不起你们家的贵宾。娘娘，今日你为何不断激怒淳于氏？她虽不是子胜的亲生母亲，终究有名分在。哪怕不来往，也总会相见。你说你怎么如此任性？也不怕为家中惹麻烦？阿母，我昨日见了霍夫人，若不是她，子胜母子为何会如此痛苦？我这人最讨厌夺人所爱者，与这种人虚以为拟，我当真是做不来。可是女公子，若定亲宴，他当真拦着你不让你进门，岂不是笑话？这哪有待嫁女娘被拦在门外的？你等着看吧，届时谁进不了谁的门，那还说不定呢。今日不是林将军与程氏的定亲宴吗？怎么不见宾客呀？程阳侯夫人弄错了，今日宴会不在少主公府上，而在曲灵侯府。子胜又不是入赘，定亲宴怎么弄到程家去了？这么大的事，为何没有人告知我？我也在想，如此大事，怎会没人告知程阳侯夫人？哼，走去曲灵侯府。我家少主公吩咐过，今日曲灵侯府宾客悉数出示请帖，若无请帖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程阳侯夫人还是别去了，以免白跑一趟。哼，给我请帖。请帖我已经发完了，这该请的我可是一家也没落下。哎呀，想让全都城的人看我笑话，哼！今日无我，这婚别想定成。雪灵侯真是好福气呀，生出了这般出众的女娘。哎，这都城里谁人不想凌将军做郎婿？他却万里挑一，相中了你们家的程四娘子。我程氏啊，
总算要苦尽甘来了。待少商出了嫁，那我家的宋儿也该娶新妇了。您说是不是啊，亲家？成了两家在一起，怎么没有半点风声啊？不是说13娘只招入赘的吗？啊？哦，我家事务都由将军和军姑做主，我并不知道。入赘入什么赘啊？你不要混说，人万家没有这样说过的。哦，哎，怎么没见凌将军啊？这订婚的日子，新郎婿怎么不见了踪影？也是啊。啊，来，大家端起酒杯，同喜同祝。女公子，林将军差人送来口信，他让我嘱咐女公子不必心焦，他一会儿便到。今日无论遇见什么人，发生什么事儿，女公子都不用慌，该骂就骂，该闹就闹，而且有他呢。里边请。里边请。好嘞，里边请。里边请。哎，公子，里边请。公子不是从不爱凑这样的热闹，说什么浪费时光，这剧中看人成亲的癖好，那还不如在家中多读几本圣贤书呢。所以今日为何还要来凑这玩意儿？你懂什么？我是来劝学生脱离苦海的。这世间最害人沉溺的，便是成亲。我与程少商好歹师徒一场，不能明知前路艰险，还由着他往里跳啊！那若这成亲是苦海，你说为什么那么多男男女女都要往里跳呢？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如你家公子我般看得通透。好，那敢问通透的公子，那对人是做甚的？二位夫人，请柬。没有请柬，我看谁敢拦我汝阳王妃。让开！好了，这回用不着我出手了。啊？程少商何在？你无才无德，不忠不孝，难道不是罪吗？汝阳王妃，今日突然前来，未曾远迎，还望恕罪。不若我请王妃去上座用宴。我没有收着你们请帖，何来颜面赴宴？ Swagger down the street with your red lips and funky beat. You better hold your head up to the sky. I'm gonna roll with you till the day I die. Hey!
过是一个区区武将之妻，是给国的脸，谈不上信任。来人，让这程小三嘴巴！谁打？老王妃，他们连汝阳王府的人都敢打，这明明就是在打老王妃的脸。这程家个个粗鄙不懂礼，如此武将之下，怎么配得上11郎？少商虽是粗鄙，但也知晓廉耻，不似某些人，爬上自己外兄的床，如此不知廉耻的事情也做得出来。你当着长辈的面，你竟敢如此污蔑未来军姑！我方才并未指名道姓，老王妃不必如此着急对号入座。再说，前2日我才去看望了我的未来军姑，她如今正在杏花别院养病。今日来的军姑是哪位啊？放肆！我说的是程阳侯夫人。哦，就是爬上自己外兄床的那位程阳侯夫人。你，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！今日我要好好教训你，我看谁敢拦！叔母，若愚要拦着呢？皇后勿恙！皇后勿恙！免礼。今日余为子胜和少商定亲之事而来，当我是寻常长辈即可，不必拘束。陈伯夫人，府上可还有其他亲近之地？余想借一步说话，免得扰了府上其他贵客们的雅兴。有，请皇后移步。叔母，陈阳侯夫人，咱们一同吧。是。少商，你也一起。是。这11郎啊，本来有一门极好的亲事，乃陛下亲从侄女汝阳王妃的亲孙女玉昌郡主，谁知他竟然不肯答应，结果惹怒了老王妃呀。现如今选了程家的女娘，不仅不通学识，还喜欢打架斗狠。果真娶了这小女娘，怕是列祖列宗都要跟着掩面羞愧了呀。我本以为朝中大臣都是正气凛然之人，却没想到也和市井妇人般爱嚼舌根。你吃着程氏宴席，嘲讽程氏女儿，我看诸位列祖列宗才真要跟着你颜面羞愧了。哼。
叔母，少商在余身边数月，素来温良恭俭，人善豁达，从未有何不妥之处。叔母今日一来，便气势汹汹，更想技压少商，行事未免过了。我不过是管教晚辈，懂得何为孝道罢了。程家欺人太甚，在你娘家设定亲宴也就罢了，连姑舅程阳侯府都不曾派请帖，简直不孝。今日程阳侯身体有恙，不能前来，命夫人代为操持，竟连亲家门也登不得了。程家第一次嫁女，难免有所疏漏。况且在曲灵侯府设宴一事，子慎也请示过圣上意下，若老王妃不信，不若命人去询问圣上，如何？责罚晚辈，此等区区小事，难道还要麻烦圣上吗？皇后，你也太没主见了。皇后自有主意，王妃随口批评皇后，也未免太过放肆了吧？你才放肆！我们说话，也轮得到你插嘴。吓死我，不敢再顶嘴。老叔母真是惦记妾呀，三句话不离妾。程少商满口胡言乱语，有辱皇家体面，你不可再纵容他了。方才老王妃还说，区区小事不必劳烦圣上，如今倒是也麻烦上了。反了，反了！这小女娘分明不将皇家威严放在眼里，这简直要造反！我看是老王妃要造反吧？陛下面前你也要指手画脚吗？我何曾指手画脚？恳求长辈疼爱，不是小辈应有之责吗？这说话真是不嫌口气大呀！难道少商是因为被你疼爱了，子慎才去求亲的吗？你们家玉昌你倒是疼爱了，嫁成了吗？你少拿玉昌说话，玉昌就是让你们逼出家的。你是死人呀！他们编排孙女儿，你怎么不吱声啊你？就闭嘴吧，轮不到你来教训老子。若不是你整日鼓动玉昌，老夫早给他择一个郎婿在家，何必去宽里吃苦？我家玉昌比这程家女娘强100倍。我问你，前几日你羞辱程阳侯夫人之事怎么算？子慎心腹，你起来回话。多谢岳飞。回禀陛下，长女不曾羞辱程阳侯夫人，只是实话实说。老身敢起誓。老王妃起誓有什么用？你可在场？是有听见还是有看见？
紧逼陈阳侯夫人一面之词，说不定你也是被蒙骗的。妾身敢以性命发誓。陛下，若臣女也敢用性命发誓，说陈阳侯夫人有谋害林将军之心，老王妃是否也会秉持正义，狠狠地责罚她？你起什么事？你素来行事不端，还是陈阳侯夫人起事更真些。妾身只有一死了之。夫人壮烈不甘受辱，令小女子赞叹佩服。陈阳侯，若10几年前你也有如此壮烈之志，后夫人就不会分离。今日有许多事情，恐怕就难。陛下，这是刑部和侦治的机会，都说到底线。霍金华是谁？只有叶和老师对不起。我跟霍君华的恩怨是一回事，可他从未对不起林家，对林毅更是情深意重，从头到脚的帮助。可林毅妻儿生死不知，未满1年，便跟着淳于氏不亲不热，怎对得起霍家？当初他们母子流离失所，霍君华把皮球裹在了子慎身上，省下的苦也给子慎吃，那是林毅身在何处？他正在张罗着迎娶其妻呢。待霍君华寻回来时，已瘦的就剩下皮包骨，连我都差点认不出他。他是品质不可，但是他也不是视为毫无无情，他从未对不起子慎，那子慎更不能对不起他，去讨好淳于氏，就是陛下大案。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，今后淳于氏非诏不得入宫。我看见这种人，就觉得心酸恶心。陛下，淳于氏行事再不端，也是老身的救命恩人。今日你们羞辱他，就是羞辱我。老身的说法，今日也就好。有意思啊！那太好了，那可太好了啊！不要到外面叫徐喊冤。刚好今日朝文武家眷都在，老身就让他们都看看陛下是如何对待庇护他们兄妹几个长大的叔母，看看这些好名声保不保得住。陛下，你看，就是这么一个疯妇，一有不如意啊就要死要活的撒泼。当初我说休妻，你跟我说糟糠之妻不下堂，还给我出什么馊主意，说是分居不休妻，让我到城外做什么修士？你说说我啊，连《道德经》我都读不清楚，我做什么苦修嘛？好，我不休妻，我绝婚行不行？我要结婚啊！我为你生儿育女，哎呀，操持家务，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。你们居然敢这样待我！你，哎呀，简直是不可理喻！哎呀，陛下，哎，老夫实在受不了了，实在是受不住他了。使不得，叔父，快请起，快请起。
妃呀，朕有意要为难你。眼下兴盛儒学呀，此时你若开口绝婚，休妻糟糠之妻，那些儒生还不定怎么议论呢。哎呀，叔父最爱热闹，修行干什么？照我看呀，应该让老叔母去三才观修心养性才是。啊，岳飞说的倒也是两全之法。你们，哎，若然老王妃年迈昏聩，是有疯癫之举，致使君前失仪呀，那就送去三才观，好好的休养吧。陛下，子胜啊，多调遣一些人手，好好的照看他，不要再让外人去打扰了。是。陛下，来人，好生照顾老王妃。是。